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宁叫我负天下人，莫让天下人负我。这句曹操的名言，大家应该觉得不会陌生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在曹操说这句话之前，他还是一个一心匡扶汉室、只身刺杀董卓的忠臣义士。而等到他说完这句话以后，他的形象就开始逐渐的黑化，最后成了一个残暴自私的一代奸雄。因为这话是曹操自己说的，所以等于是曹操自己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不过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出自于《三国演义》，《三国演义》毕竟只是一部小说，与正史有诸多的出入之处。那么在正史中，曹操有没有说过这句话？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曹操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在那起吕伯奢灭门案以后，就是在曹操杀了吕伯奢以后说的这句话。那么在历史上，曹操有没有杀了吕伯奢？有没有杀了他的家人？如果杀了的话，那他杀人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？是正当防卫、误杀，还是蓄意杀人，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杀？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聊聊这起扑朔迷离，在历史上又有多个版本的吕伯奢灭门案。咱们先来回顾一下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这件事的记载。《三国演义》是这样说的：曹操刺杀董卓未遂，所以赶紧逃出了京城。在途经一个县城的时候，还被当时县城里的县令陈宫抓住了。但陈宫感念曹操是一个义士，愿意弃官跟随曹操。于是曹操与陈宫两人就来到了成皋这个地方。曹操要去见他父亲的好朋友吕伯奢，希望能在吕伯奢家里歇歇脚。吕伯奢知道曹操是逃犯，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因为当时家中无酒，所以吕伯奢就自己说去邻村买酒，留下他的5个儿子招待曹操与陈宫。曹操与陈宫闲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后面有异响。曹操毕竟是个通缉犯，这时候已经是惊弓之鸟，所以他就偷偷地过去查看。听见了有人在说这样的话，说父而杀之如何？曹操误以为他们要将他与陈宫父而杀之，所以他就与陈宫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们2人冲进了后殿，将吕伯奢的5个儿子及其另外3个家人全部杀死。杀完这8个人以后，他们才赫然发现桌案上躺着一只已经被绑好4足的猪，正狡黠地看着他们俩。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，原来他们听到的人家说的负其4肢杀之，说的是猪，不是他们。但此时后悔已晚，所以2人赶快收拾行囊，逃出了吕伯奢家。在路上，他们不巧正遇到了吕伯奢。吕伯奢骑着驴，驴身上还驮着几葫芦酒。吕伯奢问他们要去哪儿，曹操含糊了2句，策马飞驰而过。可没走多久，曹操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便折返马头，追上了吕伯奢，将其一剑杀死。陈宫见状是大惑不解，说刚才我们杀人是误杀，是无奈之举，但这次明知已经错了，为什么还要杀吕伯奢呢？曹操说，吕伯奢一旦回到家，看到自己的家人被害，一定知道是我们干的，所以他一定会报告官府，告诉官府我们的行踪，那样我们可就无处可逃了。陈宫说，那难道只有杀人这一条路吗？曹操这时候就说出了那句后来经世的名言：宁叫我负天下人，莫让天下人负我。陈宫听罢这话是大失所望，他知道自己跟错了人，所以愤然离去，从此走向了与曹操对立的一条道路。这大概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记载。罗贯中先生不愧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，这个故事编的是一波三折，扣人心弦，而且似乎又合情合理。但编的毕竟就是编的，
如果细加思考的话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不合理之处。第一点就是吕伯奢为什么会亲自去买酒？吕伯奢家里头有5个儿子，还有家丁仆人，像买酒这种事情，完全可以委托另外一个人去，不管是儿子也好，还是家丁也好。吕伯奢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陪客人上面，毕竟曹操是奔着他来的。所以他自己亲自去买酒，有点不合情理。当然了，不排除一种可能，就是在当时来说，买酒并不是一件合法的事情。比如说，当时实行了禁酒令，只有吕伯奢自己的面子才能买到酒，所以吕伯奢只好自己去。但实际上，按史书记载，当时并没有实行禁酒令。三国时期确实实行过禁酒令，不过呢，这是在曹操做了丞相以后才颁布实行的。为此，曹操还受到了名士孔融的奚落。这个话题呢，咱们以后再说。所以吕伯奢自己去买酒，听起来不太合情理。再有第二点，吕伯奢知道曹操是被通缉的，那么接待这样的人，是不是应该悄悄的接待，然后悄悄的送出庄去？尽量不要让别人发现，他又怎么可能吩咐家人杀猪烹鱼大摆宴席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家来了客人吗？还有第3个疑点，就是那只猪。既然曹操他们都能听到人说话，说父而杀之何如，难道他们就听不到猪叫的声音吗？猪在被绑的时候，一般都意识到自己将要被杀，所以那时候它会拼命的挣扎，也会发出刺耳的尖叫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杀猪的？反正我也没见过，但是可以想象那个声音一定是特别大，不可能都盖不过人声。如果曹操听到了猪叫的声音，一定会知道后面的人在干什么，不会误以为他们要杀自己。那么这只猪为什么没有叫？下面的推理呢，可能有些荒谬。不过呢，正如比利时侦探霍库尔·波洛曾经说过，在排除了诸多的可能性以后，如果只剩下一种可能性的话，那这种可能性就是真相，尽管它听起来特别的荒谬。这只猪一定知道它不能叫，它即使再怎么叫，它终究还是会被绑起来，还是会被杀，还是会被做成红烧肉供大家食用。所以他忍住了不叫，他在争取一个机会，就是让曹操他们会误以为后面的人是想要对他们动手，所以曹操会先下手为强。最后他还真赌赢了，曹操杀死了吕伯奢的家人，也发现了这只用皎洁的眼睛看着他们的大肥猪。曹操成功仓皇出逃，路上又杀死了吕伯奢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想杀死这只猪吃肉的吕伯奢的家人死了，曹操成功仓皇出逃，由此还背上了千古的骂名，而这只本猪则幸免于难。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，吕伯奢系列杀人案背后的元凶就是这只猪。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猪能够杀人于无声，它不是猪，是天蓬元帅。史学家们在分析这起案件的时候，想到了各种可能性，唯独忽略掉了这只猪，所以这只猪又被称作石海遗猪。和大家开个玩笑，总之《三国演义》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。不过呢，毕竟演绎就是演绎，咱们也不能过分的苛求。那么在史书中又是如何记载这件事情呢？我们首先查考一下《三国志》，很遗憾，《三国志》本身并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记载，只是在《三国志·裴松之注》中有相关的记载，而且还不止一个版本。大家在看《三国志》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裴松之注。裴松之注与《三国志》可以说是连结在一起，是密不可分。那么，为什么会有裴松之注？裴松之又是一个什么人呢？裴松之是中国南北朝南朝刘宋时期的人，具体的来说呢，就是刘宋时期的宋文帝刘义隆时期的人物。
当时宋文帝觉得《三国志》失之于简，所以呢就让裴松之来加一些注。裴松之也算是不辱使命，他查考了100多种同时期的史书，写就了裴松之注，得到了宋文帝的嘉许。但可能也是裴松之引用的古书过多，所以呢，后人相对于陈寿写的《三国志》失之于简，说裴松之注失之于繁。当然了，这不过是一家之言。对于裴松之名字中的这个之字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似乎是同时期的很多古人名字中都有这个之字，比如说王羲之，还有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、王凝之、王玄之，甚至于他的孙子。此外，在同时期还有科学家祖冲之、画家顾恺之、白袍将军陈庆之、刘冲之等等等等。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中都带有这个之字呢？其实这个之字与一个宗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这个宗教就是五斗米教，是东汉时期张道陵所创建的。张道陵又被称为张天师，所以五斗米教又叫天师教。五斗米教的教众的暗名其中都有一个之字，也就是说，你的名字中如果有之字，就表明你是五斗米教的信徒。在东晋南北朝时期，五斗米教是流传甚广，很多的达官显贵们都以信五斗米教为荣，包括王羲之。王羲之以及他的家族对五斗米教是异常的信奉。再后来呢，以之字命名就成了一种时尚，很多的名门望族都愿意以此为名。这点呢，有点像在英语世界中的名字，比如说约翰、保罗、玛利亚，都与基督教有关系。之字除了宗教色彩以外，还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这个字不用避讳。也就是说，父亲的名字中有之，儿子的名字中也可以有之，旁人也不会因为你们的名字中有之字而避讳。大家知道，古人是非常在意避讳的。所谓为尊者讳，为贤者讳，为长者讳。孔子云：入境而问进，入国而问俗，入门而问讳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是去别人家串门聊天，你首先得问问人家的父亲和祖辈的名讳是什么。这样呢，你在谈话中就要尽量避开这个字，或者是同音字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大部分起单字名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如果取2个字的话，那么需要避讳的字呢，无疑就多了1倍。再加上同音字的话，那可能就更多了。如果再算上父辈的名字、祖辈的名字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所以古人呢，基本上都取单字，字是双字，字不用避讳。只有名字才需要避讳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名讳这个词。如果你进了人家门以后，也不问人家的父辈祖辈的名讳，就开始聊天的话，那如果恰好赶上这个家族是俄罗斯裔的话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俄罗斯人的名字呢比较长，他都不能论多少个字了，应该论多少个节，就像一列火车似的，有10好几节，每一节呢都有一个司机。到这样的家庭里去聊天，又不问讳的话，那只能是自认倒霉。你可能3句话还没说完，已经挨了6个嘴巴。皇帝的名字那肯定是需要避讳的，所以像汉宣帝名字叫刘病已，那么病字和已字别人以后就不能用了。所以呢，汉宣帝登基以后，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刘询。他因此呢，还发布了一部诏书，说以往啊，经常有人因为触讳而被治罪，朕甚怜之，所以我将名字改名为刘询。以前触讳的一概免罪。还有汉昭帝刘弗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福，而把那个更加经常用的字陵字去掉。唐宋时期的皇子经常改名字，这一点呢，大家一定是有印象。比如说宋太宗赵光义，他登基以后就将名字改成了赵炯。宋真宗赵恒在立为太子之前叫赵元侃。唐朝的皇子被确定为太子以后，也通常会改个名字，其实也是为了避讳。而且呢，改的名字这个字呢，通常是一些生僻字，就是大家不经常用的，也是不想给大家添麻烦。
当然了，也有为标示自己的存在感，诚心给大家添堵的。比如说，在陆游所著的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，说当时有一个州官名叫田登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他的这个名字登需要避讳，所以他所管辖范围内的百姓都不可以称这个登字，连同音字也不可以。有一次上元节，伊利要放灯3日，为此呢，州府特意贴出告示，本应该写成上元节放灯3日，但因为这个灯字犯了忌讳，所以只能用火来代替，于是就变成了上元节放火3日。这也就是那句大家熟悉的俗语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来源，还是为了避讳。因为避讳还诞生了很多新词，比如说刘邦的妻子吕雉，这个雉字以后就不能用了，所以就出现了野鸡。有一种食材叫山药，它其实以前不叫山药，而是叫蜀药，是为了避宋英宗赵蜀的蜀字，所以改名叫山药。还有我们知道的大虫，实际上说的是老虎。为什么不能提虎呢？是因为唐朝李氏的先祖有一个叫李虎的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大家再看朱元璋给他的子孙后代取的名字，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？大部分都是生僻字，也有避讳的意思在里面。那么中国古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起双字名的呢？其实大概也是从南北朝开始，这是由于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，导致少数民族进入中原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呢，后来都改了汉族的名字，但是呢，他们又不想忘记自己本族的名字。他们本族的名字如果转成汉字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双字的，所以慢慢的双字就开始流行起来，单字名呢也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除了避讳以外，古人取单字名还与王莽有关系。王莽执政时期主张恢复周礼，认为双字名卑贱，所以必须要起单字名。这一点呢，在我以前的视频节目中讲过，我就不在此详述了。不好意思，又跑题了。不过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跑题了，所以偶尔跑跑也算是锻炼身体吧。咱们继续回到刚才的主题，在裴松之注中提到了吕伯奢事件，而且提到了3个版本。首先我们先看看记载于魏书的这个版本。据魏书记载，从数记过故人呈稿吕伯奢，伯奢不在，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，取马及物，太祖手刃，击杀数人。从这段记载来看，第一，曹操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几个随从都骑着马。第二，当时吕伯奢不在。第三，吕伯奢的儿子抢劫了曹操，但被曹操反杀之。这里说的并不是欲洗劫，而是实行了抢劫。所以曹操杀吕伯奢家人完全是正当防卫。这段记载表现了魏武帝曹操的勇武，但这是不是事实呢？首先要说，魏书是曹魏政权的官修史书，所以他必定会为曹魏说话。这段记载也有2点不合情理。首先，吕伯奢是曹操父亲曹嵩的好友，还有人说他们是结义的兄弟。曹嵩的地位当时是位列3公，那么他的朋友或者结义兄弟地位一定是会与他相匹配的，不可能是一般的山野村夫，家里头应该也不差钱，不至于见到了曹操所带的财物就想抢。而且曹操是仓促之间从洛阳逃出来的，当时并不是像《三国演义》说的那样曹操刺杀董卓未遂，而是董卓很看重曹操，封给了他一个骁骑将军的一个职位，但曹操觉得董卓不能成事，所以他就偷偷地跑了出来。董卓为此还发了通缉令，因为曹操走的都是小路，所以董卓的通行令一定是走在了曹操的前头。仓促之间逃离洛阳的曹操不可能携带大量的财物，可能现在曹操身边最值钱的就是他的马。马在当时确实是价值千金，但即便如此，吕伯奢的儿子也不至于为了几匹马就动了杀人之念，毕竟这非常的不符合常理。一般的良善人家绝对不会想到以这种的方式来待客，
难不成吕伯奢家的待客之道就是宾至如归，归天的归？第二，即使他们有这样的心，也未必有这样的胆。曹操并不是一个人，还带着几个随从，这些人都骑着马。曹操在当时是武将，跟随他的也应该都是士兵，而且是骑兵，在当时来说就是特种兵。吕伯奢的儿子怎么敢打这些人的主意呢？而且从这段记载中，我们也发现少了2个《三国演义》中提到的主要人物，一个是陈宫，一个是吕伯奢。没有陈宫，曹操也没有杀吕伯奢。咱们再来看一个版本，这个版本呢是出自于西晋时期的《魏晋世语》，作者叫杨班。太祖过伯奢，伯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被宾主礼。太祖自以被着命，移其图己，手剑夜杀8人而去。这个版本跟刚才魏书的版本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等于是说曹操是疑心癌晚期发作，杀死了吕伯奢的儿子，这不再是正当防卫了，而应该算是误杀。不过这段记载好像不是特别详细，曹操为什么正吃着饭就把人杀了呢？那让我们再看看第3个版本有没有什么补充。第3个版本出自于东晋时期孙胜的杂记，它其中是这样记载的：太祖闻其食气声，以为图己，遂夜杀之。继而妻创曰：“宁我负人，勿人负我。”随行。第2个版本和第3个版本呢，意思差不多，可以相互补充。基本上就是说曹操误杀了吕伯奢的家人。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，这3个版本中都没有提到陈宫，也没有提到曹操杀了吕伯奢。那么如果没有陈宫，没有杀吕伯奢的话，那曹操的那句经世名言“宁让我负天下人，勿让天下人负我”，这句话又从何而来呢？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这句话的背景呢，是在曹操杀了吕伯奢以后，与陈宫的一番对话引出来的。那么如果没有了杀吕伯奢，也没有了陈宫，这句话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在第3个版本中，我们看到了这句话的来源，就是宁我负人，勿人负我。那么没有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说那番话的背景，这句话与那句宁让我负天下人，勿让天下人负我的这样发自于灵魂的恶的言语，还是一个意思吗？我们分析一下，有可能曹操在杀完人以后，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杀错了，也可能他发现了厨房中的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，也许他看到了其他的证据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他知道自己杀错了人，所以他当时凄怆道：“宁我负人，勿人负我。”大家注意他的表情是凄怆，并不是那样的歇斯底里，那样的决绝和狠毒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听起来更有一种自我辩解的意思。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不动手的话，他们可能就动手了。难道我要等着他们来先杀我吗？虽然说我杀错了，但我这么想也没错呀。这句话呢，后来被罗贯中添枝加叶，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。再者说来，曹操当时是不是真的说了这句话，还很难说呢。毕竟这只见于孙胜的一家记载，这3个版本中都没有提到陈宫。那陈宫在不在曹操的身边呢？记得有一部京剧叫《捉放曹》，说陈宫是县令，抓住了曹操，觉得曹操是义士，又把他放了，跟着他一起逃亡，还经过了吕伯奢家。陈宫确实是做过县令，《三国演义》中说陈宫做过中牟县县令。中牟县是在吕伯奢所在的成皋县的东面。曹操自洛阳逃出以后，是一路向东，先经过成皋，后经过中牟。所以曹操是不可能先见到陈宫以后，再回头经过吕伯奢所住的地方的。案发时，陈宫肯定不在曹操的身边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吕伯奢家系列谋杀案的真相，很有可能是曹操疑心病发作，杀死了吕伯奢的家人，但
没有杀吕伯奢，也没有成功的存在。或许他曾经说过了一句狠话，但这句话也不像《三国演义》中所说的那句话那样的狠毒。有人说我这是不是在给曹操洗白呢？我本人呢，倒还真没有这个意思。曹操屠城，千夫所指，罪恶滔天，这点我是绝对不会为他洗白的。但曹操也有功，对于曹操，历史上应该有一个公平的评价：有功，但也不能悔过。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态度。在宋朝时期出版的《太平御览》中，还有一段记录了吕伯奢案的后续，说的是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以后，趁夜逃遁，路上遇见了2个人，容貌甚美。这2个人见曹操有奔惧之色，所以就问他：“你干什么了？”曹操瞒不住，只好是如实相告。而且还将自己的佩刀赠予了这2个人，还说我将来必有重谢，请2位慎言。这2个人是谁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。有人说这是不是一个姓孙，一个姓郭？孙氏的后人孙胜后来写了杂记，郭姓的后人郭班写了魏晋世语。晋代魏以后，揭发了曹操误杀吕伯奢案的真相。这段记载是否属实，那就姑妄听之吧。2000年以后，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轮回的吕伯奢，开车撞到了同样也是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回轮回的曹操。曹操问吕伯奢：“你干嘛撞我？”吕说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这是一个意外。”曹操说：“你的车轱辘都碾到我的脚上了，还说是意外。幸亏我穿的鞋大，要不然我的脚就被你碾折了。”正在2人争吵的时候，一个胖胖的貌似交警的人走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将他们2人各罚了几百块钱，并把他们轰走了。这个假交警望着曹操、吕伯奢远去的背影，2只小眼睛狡黠地笑着，而且还喃喃自语道：“没想到吧，过了2000年了，我还是照样的吃定你们2个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按回因为高兴跳出来的那段猪尾巴。他就是吕伯奢案的真正元凶石海遗珠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这里是风下杂谈，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